今天想聊一本很有意思，而且在全球都还在推崇所谓选举民主制度的氛围下，也很容易引发反对声浪的一本书，《The China Model: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》。目前有简体中文版，译名为《贤能政治：为什么上前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》。但我不是很认同上前制的译名，因为 meritocracy 是精英领导，有才者未必有德，所以我翻译成中国模式，政治择优制度及选举民主制度的局限。这本书不含口号，也不是情绪化的攻击西方式民主，相反的，他真正做的事情是把一个很多人不太愿意正面讨论的问题搬上台面：选举真的是政治正当性的唯一来源吗？今天我们一提到现代政治，很多人会很自然地把选举、议会、多数决当成理所当然的标准答案。可如果把历史拉长来看，你会发现，这其实是非常晚近的事情。古希腊的确早就有民主雏形，但在人类绝大部分的历史里，人类社会并不是靠今天这套西方式民主在运作。真正成为全球主流，其实也不过就是近代几百年的事。所以我一直觉得，西方式民主当然可以研究，可以肯定，但它绝不是不可挑战的。真理如果真是真理，就应该越辩越明。制度也是一样，不管是西方式民主还是中国模式，都一定有优点，也一定有缺点。没有哪一套制度应该被包装成不容置疑的信仰。而现任香港大学教授贝淡宁 Daniel A. Bell 所撰写的这本《中国模式》，就是用一种开放心态来探讨并比较不同制度的优缺点。贝淡宁并不是说中国模式完美无缺，他做的只是先把选举民主制度从神坛上请下来。他提醒我们，选票不等于治理品质，一人一票并不保证能选出真正有能力、能处理复杂问题、能为国家长远利益负责的领导人。多数决也不代表多数永远理性。选举政治还常常受到金钱、媒体、利益集团以及短期情绪的影响。换句话说，民主是一种程序，但正当程序的运作未必能自动产出好结果。贝淡宁提出一个问题：如果一个国家的最高治理者不只是要会演讲、会动员、会在选举中取胜，而是要真正治理一个庞大、复杂、长期发展中的国家，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重新思考，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在最高位置上做决定？这时候，他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概念：择优政治，也就是精英领导体制。贝淡宁认为，一个大型现代国家的高层领导人至少需要3种条件。第一是治实能力，也就是理解复杂政策与长期问题的能力；第二是社会能力，也就是协调、判断、用人、整合各方的能力；第三是德性，也就是不只是聪明，还要有公共责任感，体认自己手上的权力是要拿来服务全体人民，而不是服务个人。而这3种能力不一定能靠全民投票选得出来。所以贝淡宁是从一个比较政治制度学的角度来检验中国制度的优劣。中国的择优制与西方的选举制各有局限。事实上，在西方叙事下的被口诛笔伐的中国模式，其正当性未必逊于西方式民主。贝淡宁的论述并不是为中国辩护，而是想替中国模式找出一套更清楚的政治语言。他指出，外界一提到中国模式，常常立刻把它理解成一句很粗糙的话：计划经济加一党威权。但贝淡宁认为，这种说法其实抓不到中国改革以来政治运作最关键的特征。因为如果只用威权2个字概括中国，你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中国在改革时代的治理不只是维稳与控制，还包含了一套持续演化中的政治安排。按照贝淡宁的说法，真正值得注意的中国模式是一个3层结构：基层偏民主，中层重实验，高层重择优及精英领导。这是他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一步一步经由政治改革实际走出来的路。先看基层，中国现代的村民自治
和人民公社瓦解后农村治理秩序重组有关。1980年代初，广西一些村庄先自发成立村民委员会，作为一种基层自我管理组织。之后1982年宪法把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界定为城乡群众性自治组织，并包含由选举产生干部的安排。再往后，1987年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村委会暂行法。之后10年间，中国陆续建立了80多万个村委会。到1996年，全国各省都已经进行过村委会选举投票。1998年，新的全国性村委会组织法再把前一阶段形成的做法正式制度化，明确规定村委会成员需由18岁以上村民直接选举产生，候选人由登记选民直接提名，选举必须具竞争性，采无记名投票，并设有罢免机制。从1988年开始推动直接村级选举，1998年在全国强制实施，到2008年已有9亿多农民行使过投票权。贝淡宁认为，中国模式从来不是排斥民意表达，而是把民主的重点更多是放在地方与基层。他提到，中国改革时代的政治发展包含了地方层级的选举与自治实践，中国实施的民主制度更着重于民主在底部，而不是直接把最高层全面选举化。换句话说，在他的理解里，中国不是没有选举民主制度，而是认为选举民主最适合在地方层级发挥作用，因为地方离民生更近，人民对地方治理的优劣也更容易直接判断。这也是他之所以把基层民主视为中国模式第一块基石的原因。村级选举的主要功能不是挑战整个政治制度，而是清除无能或腐败的基层干部。也就是说，在他的理解里，中国的基层民主不是用来左右最高层领导的全民选举，而是作为一种基层治理修正机制。再往上，就是贝淡宁特别重视的乙层、中层试验，这可以说是他对中国政治最有兴趣也最欣赏的一点。他引用研究指出，中国改革时代很重要的一种政策形成方式，就是先在局部做试点、做实验点，形成典型模式，等到看到效果，再逐步扩大到全国。这种方式并不是一拍桌子就全国同步推行，而是先允许地方探索，再由中央吸收经验，比较成效，调整计划。贝淡宁认为，这正是中国治理的一个独特优势，因为许多重大政策并不是靠议会辩论一次就能定输赢，而是要经过试错、观察与修正。也因此，中国模式不是一条笔直的命令链，而更像是一种在统一架构下进行局部试验的治理方式。至于最高层，贝淡宁才真正把焦点放到择优政治。他的意思不是说高层领导人肯定天生英明，而是说，一个像中国这样幅员广大、人口庞大、治理难度极高的国家，最高层的产生方式其实很难靠一场全国性选举来找出最适当的人选。相反的，他认为更合理的做法是让高层领导者经过长时间的历练，逐级晋升与持续考核，再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。本书一开头就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习近平的对比，目的就在这里。一个是透过竞选、募款与全国选票脱颖而出，一个则是从基层一步往上，在长期政治历练中被培养出来。贝淡宁要读者思考的是，大国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方式究竟该是一场激情选举，还是透过制度长期培养的择优过滤机制？贝淡宁提出以中国模式为例的比较学论证命题，同时也指出这套模式最大的风险有3个。第一是腐败，因为如果制度的正当性建立在领导者比较有能力也比较有德性之上，那么当领导者不再贤良，因为没有任期的节制，那么腐败必然失控，所造成的伤害可能会比西方民主制度更深。第二是阶层僵化，如果所谓择优最后变成少数圈内人的封闭提拔，大择优就可能从选贤与能变成裙带关系。第三是正当性问题，也就是说，
就算体制真的能选出能力较强的人，人民仍然可能会追问，在决定最高领导人方面，我就要直接民主的选择权，有何不可呢？贝淡宁在书里提出的回应不是否认这些问题，而是主张透过更多监督机制、更多开放、更多基层民主，甚至某种形式的人民明示同意来补强这套制度的正当性。所以，贝淡宁所理解的中国模式，并不是简单的威权效率，而是一套带有中国历史与改革经验特色的政治结构，让民主处理基层问题，让试验推动中层政策演进，让择优来决定高层治理。它未必证明了这套制度的完美，但它至少逼我们承认，讨论中国不能只靠几个现成标签。而中国模式之所以值得讨论，也正是因为它试图回答一个很大的问题：除了西方式民主之外，大型现代国家是否还可能有另一种政治组织方式？我自己很认同这一点，因为今天很多人谈制度，不是在讨论，而是在站队；不是在分析优缺点，而是在守护某种信条。但制度本来就应该接受比较，接受质疑，也接受检验。西方式民主或中国模式都不是不能被推翻的真理。终点从来不是谁喊得比较大声，而是哪一套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、社会规模与文明背景下，真的更能选出有能力的治理者，并且让人民过上更稳定、更长远、更有希望的生活。所以，《中国模式》这本书最值得读的地方，不是它帮中国说话，而是它提醒我们，政治模式从来不只有一种，制度正当性也未必只剩下一种叙事。我们回望过去2000年，在现代觉得荒谬的军权体制几乎覆盖整个人类文明时，而选举民主制或中国模式，谁能历经历史的考验而生存下来，谁也没有答案。也许真正成熟的态度，不是把某一套制度当成宗教，而是承认制度可以辩论，理论可以挑战，路线可以比较。因为只有愿意比较，真理才可能越辩越明。而这正是这本书留给我们最重要的价值。